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开启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到底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大人？大人在台上都说自个儿想当回小孩，不然来这儿干啥？如果在台上讲这个段子，他给我转一些钱，那个都不重要，我们只看结果。1元1次方程解不明白，但是拉个朗日中之定理手拿把掐。我心你就是大女。这群庶子，谁敢与朕争锋？大家来到由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欢迎各位。我们现在是第2赛段，第2赛段我们叫双擂之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赛段的赛段规则。本赛段一共有42组选手，结成了14支3人小队。他们在赛前被分成了2个擂台，每个擂台有7支小队。上半场我们将进行第1场擂台赛，7支小队逐一上场。第1支队伍表演结束之后，自动成为本场擂台赛的擂主小队，现场抽取下一支和他 PK 的小队。2队 PK 之后，总分更高的成为擂主小队，继续抽取下一支 PK 小队，以此类推。小队总分最高的成为本轮的擂台赛擂主，全员晋级。而其余6支小队的所有成员全部进入待定局。2场的擂台赛全部结束之后，将产生2支擂主小队。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从待定选手中按照票数的高低补足晋级名额。本赛段一共有35个晋级名额。我们所有校友团的朋友，每人1灯代表1票，但是如果5灯全亮，3倍变成10票。现场我们一共有200位观众，所以满票是210票。这个小队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本季年龄最小，刚刚走出高中校园，掌声欢迎风心彤。大家好，我叫风心彤，然后我今年18岁，对，谢谢。最近呢，我们开始演员合宿了，我的室友就是坐在那边的王大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和这么多真正意义上的大人啊相处这么久。我原本觉得我也算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对吧？不是吗？但最近发现其他演员好像都还把我当小孩儿，我不太喜欢，所以我就在想，到底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大人？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大人，一个独立的大人。最近我和王大刀住在一起，我妈非说安全起见要加他微信。我觉得这很多余，除非现在王大刀妈妈也来加我的微信。
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不用别人照顾，直到前2天洗漱台有只小蜘蛛，我一边尖叫一边喊王大刀，他赶紧跑过来说：“这是我的假睫毛。”我想做一个独立的大人，所以我还不让我妈来陪我录节目。结果我对她的决心有所低估，她自己学会了报名当观众，真恐怖。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说：“妈妈，请别再介入我的生活。”她很感动，说 ：“Baby 终于长大，终于可以解绑我的亲情卡。”我说，我是想独立，但不是经济独立。我永远都是妈妈的小 baby。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大人，一个有钱的大人。记得上次和同学班级聚餐，我主动去买单，因为他们会把钱转到我微信的账户下。而买单刷的是我妈的亲情卡。我真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因为我甚至不在他们班。还有人说，作为真正的大人，一定要学会闭嘴。我觉得这很对，因为自从我学会闭嘴，我再也不害怕看牙。我妈说，闭嘴真正的含义是不该说的不要说。于是，当我妈问我期末考第几，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大人，所以我得懂人情世故。我不再管小快，叫小快叔叔。我管他叫筷子。我想跟筷子聊点大人的话题，比如聊工作就是个好主意。但当我聊到他开的俱乐部，他1个星期都没回复。他可能是忙。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可爱了。我还想做一个真正的大人，一个受欢迎的大人。前2天我刷到一个演出 report， 一看就很懂喜剧，因为他说全场最喜欢的演员是我。而同场还有贾浩、高寒和小齐。我开心地发到朋友圈，我妈妈看到也很开心。她说她很开心我能看到她发的帖子。我说因为那是唯一一条只夸我的帖子。我才知道结尾写的妈妈爱你是因为血缘关系。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大人，我学会炒股，现在已经赚了2万。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大人，我学会自己租房，自己给自己做饭。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大人，我学会自己开车去西藏探险。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大人，我学会了吹牛，现在瞎说根本不眨眼。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大人，我还学着忍住不哭。但前天是我高中的毕业典礼，我实在是没忍住，因为我的同学班级聚餐没叫我，而我的亲情卡明明还有额度。我觉得做大人好难，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好，
就像我刚刚唱了这么久，还有些地方根本没人笑。我妈妈说大人就是什么都做不好，你现在当大人当得特别好。哎，妈妈，那也许我们都是小孩，不用当大人，也许也挺好。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哎呦，我的天哪！哦，太好了，哦，太美好了。来，投票倒计时。谢谢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哽咽了，对对，哇，怎么了？哎呦喂！不，亲情卡老被刷是吗？是这意思吗？刷太多年了，兜里都没钱了，双光老师。因为冯欣彤和我儿子一班大，他们都是今年高中毕业。哎，他唱给妈妈的时候就哇，谢谢。谢谢。王子叔叔想问一下你，你觉得现在自己是一个大人了吗？我觉得不是，因为如果是一个大人的话，他肯定不会在台上说我想做个真正的大人嘛，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就肯定平时就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所以我肯定觉得我肯定还不是，但可能快了吧。大人在台上都说自个儿想当回小孩，所以就是一巡回，没完没了的啊。但风心彤比他上一次在台上的时候，我感觉轻松多了很多。我觉得这篇比上一篇好很多，反正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它的结构啥的更有意思一点，然后也不是每次都在第4句出梗了。对，是的，被他学会了。彤姐现在玩技术了，现在给你。而且它中间那个你中有我中有你的那个套也特别多，这些你在那大王洞的时候，大家都一块儿聊嘛。哦，对，小齐跟我聊出的这个主题，就是跟他聊了很多，然后他说可以说想做一个大人，因为感觉这是我平时一个很大的情绪。然后在大王洞也跟很多人帮我改过。哇，谢谢小齐哥哥，儿子。在中间先说小快哥叔，小快哥哥叔叔那段时候有之前跟他打过招呼吗？说会不会怎么样？跟他打过招呼，但是小块特别好，就是怎么平时说他都不生气，就是他很开得起玩笑的。哎，小块叔叔，你给过什么帮助吗？我主要给提供一点情绪价值。那个血缘关系是他想的。因为他铺垫已经写好了，我就顺着帮着想一想，主要还是铺垫写得好。对，来，在感谢完小齐哥哥之后，感谢小块哥哥。你有问过大刀吗？你的室友？因为大刀其实我们也不太好意思问，但是我们对大刀特别好奇，她平时生活中是一什么样的一个女生啊？他给我就是过很多建议，但他可能没有刚刚说2个人就是想那么多，因为我跟他聊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他给我很多生活上帮助。昨天晚上就是洗完头发，然后我本来想不吹就睡觉了，然后他还说就如果不吹睡觉肯定会头疼，然后他还帮我吹头发来着，反正他人特别好。大刀帮你吹头发，怎么吹？冯欣彤，我要替你吹头发。按大刀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大刀的方式。而且我们刚才说大刀绝对不会说那是我的眼睫毛，那是我的眼睫毛。他起床都会说这个世界我来了，就是。也没有这么那啥吧，但是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之后突然说好生气，就是他突然说气死我了，昨天晚上我以为房间里有电锯杀人狂进来了，其实是因为我磨牙。反正就是挺好玩的吧，他跟他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很感慨，发现青春之外还有青春，因为最后大家站的就完全是发自肺腑。
很感动。谢谢谢谢。然后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讲有一个梗，你说哦，我现在已经像大人一样，可以随时都吹牛不眨眼睛。然后前面讲了好几个，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赚2万去西藏什么的？当然是假的。对，我觉得我也是很喜欢鲁豫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先把这些大人骗住了。当你说你炒股赚了2万的时候，大家都窒息了。就真的是，我就说呼兰这么多年没赚过2万，他都干这么多年了。对，所以你后面张力释放那一下就很厉害，非常厉害。谢谢谢谢。太愿意在这个舞台看到青春的力量，同时太愿意在这个舞台看到我们这些脱口秀朋友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大家彼此的帮扶和彼此的支持。再次感谢风欣彤的表演，同时小峰同学，高中毕业快乐！哦，谢谢。哇！哎呀！是的，这个偷偷抹眼泪的人就是我。今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了，不过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儿，我认识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我们住进了大王洞，一起比赛，一起生活。我认识的第一组大人是荒岛人气王，他们是看起来很幼稚的大人，但他们说我们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被他领养的父母。在我紧张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陪在我身边。不过我知道，他们也在承受比赛的压力。我希望他们能一直这么卡通下去。这是高寒，他是一个有点欠的大人，他总是一副不高兴的表情。但我觉得他可能只是累了。他会送礼物给我，追光夜莺，他就是说夜莺是唱歌的，然后我是音乐脱口秀嘛。谢谢高寒哥哥。在舞台上还总是和我打岔，缓解我的焦虑。我给你拿一会儿啊，我看你累了，盲免能拿一会儿不？可以。在我心里，高寒真的很讲义气，很真诚，也很可爱。我来吧。这是王大刀，他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大人，他也是我在大王洞的舍友。他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只会被一小撮人喜欢，我觉得他很酷，我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但他不希望内容总是在剖析自己的痛苦，都挺讨厌你的。可我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我希望他能更喜欢自己。企业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效率。这是小快叔叔，他是我在大王洞的忘年交，也许看起来有些失败，还被自己的俱乐部裁员了。他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和我的偶像快哥，我真的很喜欢小快叔叔，小快筷子，希望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小齐，一个总不知道字怎么写的大人。他说，其实他还有个音乐梦想，真好，跟我一样。我们还一起给大王洞写了一首歌。这里的大人们总是有很多焦虑和烦恼，但他们还是在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大人啊就应该这样，不被别人所左右，不被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东西所左右，坚定地坚持自己去做吧。这个是我心目中大人的样子。不错耶，我的新家。那天导演还问我，风欣彤，你想成为怎么样的大人？我想成为一个不完美但是喜欢自己的大人。来看一下风欣彤得到的票数。谢谢。掌声送给风欣彤。加油！
马上要上场的朋友，欢迎荒岛人气王。哎，大家好，我们是荒岛人气王。我是乔毅，我是陈晓峰。哎呀，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平时喜欢看综艺节目吗？喜欢啊，那肯定喜欢，要不然来这儿干啥呢？有道理啊。对，因为现在看到很多脱口秀演员开始上各大的综艺节目，哇，真的很羡慕啊！对，都有点嫉妒了，都有点。哎，那如果有机会让你上综艺节目，你想上什么综艺节目？哎，我想上那种就是最近挺火的那种旅综。哦，女性综艺节目，旅行综艺。啥口音啊？这是旅行我对这种旅行综艺啊也很感兴趣我甚至准备自己做一档这样的节目。哦，要不要来做嘉宾？说不定还能上几个热搜，火一把。真的可以啊！各位明星嘉宾，你们好，欢迎参加我们这档节目。在正式出发旅游之前，我们会根据各位的性格测试来选一个小队长。乔毅，请问一下你的摸波特一是什么？你问 MBTI 是吧？还能这么读？只能这么读。我是 INFP。ENFP。好的。ENFP。哎呀，看不出来是位颇人。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要挑战一下队长这个角色吗？可以啊，尝试一下。好，那队长来玩一个小游戏，猜一下我们旅行的目的地在哪里？来。当地有这么一些特色美食，老酸奶、旋风土豆、轰炸大鱿鱼。猜到是哪一个城市吗？每一个城市。具体一点，哪一个市？夜市。行，算你回答对吧？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美食之都广州。哦，广州不错啊，这难得啊，你从上海来到广州啊，肯定要尝一下这里最有特色的走地鸡。哦，怎么特色呢？刚从上海走过来的。何必呢？他走过来多慢啊！他，我们这是一个慢综艺，慢在鸡上啊。这里就不懂了。俗话说，走地鸡慢，卖乐鸡快。啥呀？这个可以。哪儿的俗话呀？这是。哎呀，我们这个综艺节目啊，嘉宾们想吃东西呢，就得分工合作，这是你的任务卡。不是，你任务什么都无所谓，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就更特色一点的美食啊？鳄鱼汤怎么样？鳄鱼汤，哎，行，这个好，这个别的地方肯定吃不到，我们今天就做鳄鱼汤。好，看看我的任务哈，收集食材。太幸运，抓鳄鱼。超有趣的，有趣，无回呀！哎呀，你不用担心做不好啊，做不好也是个节目效果嘛。到时候就帮你上个热搜，乔毅抓鳄鱼，满满活人感。去了不一定是活人啊，这个，你让我抓这个鳄鱼，它大概有多大呢？官方长度是1.85米，实际呢1.75米，公鳄鱼。1.75米也不小了，你这么大个鳄鱼谁抓得了啊？忘了告诉你了，跟你同行的嘉宾还有爱冒险的贝尔。哦，真的，哎，跟着贝尔去冒险，我特别喜欢看，就交给他吧。好，队长决定把抓鳄鱼的任务交给琳娜贝尔。琳娜贝尔哪来的？从上海走过来的。你让他歇会儿，你让他歇会儿。你这样，要不然大家都不要做饭了，好吧？其实我个人呢，还是最喜欢吃那种预制菜。口味这么刁钻。行，我们呢也准备了一些成品的菜，不过需要你玩一个小游戏。哦，这是个飞镖，这是个转盘，扎中什么就吃什么。好，哦，吃什么？转盘。扎中什么吃什么。我可能不太习惯你们的饮食结构，先不吃了，好吧？哎，这也可以上一个热搜啊！乔毅这么胖还挑食，硬骂呀！
好，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2站，我们的武术之乡佛山。武术挺好玩的。我们今天来学一下正宗的虎拳。哦，你想跟谁学呢？华南虎还是东北虎？老虎亲自教啊。这是2种不同的流派啊，招数会有些不一样。比方说华南虎就是黑虎掏心，东北虎就是黑虎掏心窝子。这样吧，我选那个华南虎我不喜欢掏心窝子，我一呢佛坡。能理解啊。选華南虎的話呢，我們全程會用正宗粵語教學。大家好，我哋今日嚟學下正宗嘅虎拳。對，你粵語教學誰聽得懂啊？其他嘉賓都聽得懂啊。哦，琳娜貝爾也聽得懂。人家在香港迪士尼上班的呀。算他敬業。行，我們先看一下你的基本功怎麼樣。先來一個左右中。嘿。老師不是很滿意啊，再給你一次機會，不行的話，老師可能要對你掏心窩子了。別呀！3、2、1，左右中，左右中，當當當當。老師說他沒有見過這種流派，肯定沒見過。這武術還是太難了，要不我就不學武術了，好吧？熱搜喬毅不學武術，熱搜怎麼帶口音呢？怎麼？好，別急啊，我們下一站啊，肯定能治癒你的心靈。我們一起去看企鵝。到了，這就是深圳騰訊總部。哪個企鵝？我要去看極光。有啊，騰訊極光 TV。不是，我要去那看海豹，特別可愛，還能鼓掌那種。又可愛又會鼓掌的，這裡就有啊。哎呀，我真服了。想學。好惡心呐！熱搜喬毅說觀眾惡心，喂 no 你惡心，我說的是。沒有啊，老師，別急，哎呀，難得我們來到深圳嘛，我們先體驗一下什麼打工。咱是個旅遊節目，這打工幹什麼？旅遊啊，咱得。行，喜歡旅遊的話呢，我們接下來玩一個節奏小遊戲。遊戲贏了就給你筆旅遊經費。開始吧。你面前有一條傳送帶，會不斷傳送過來些小物品。你看到螺絲就打，看到螺絲就打。然後呢？30天後給你筆錢。這不就是打工嗎？這怎麼是打工呢？又沒有勞動合同。哎呀，那這叫打黑工！你想幹什麼呀？你這是動手是不是？咋了？他防我，這喬毅他防了。哎呀，硬造謠啊！你在這兒，你這啥節目？你為了上熱搜，為了火，我們節目嘉賓的名譽你就完全不顧了？對呀，不顧啥呀？這是。好，謝謝。來，抓緊，投票倒計時。再次掌聲送給兩位。謝謝。二位，你們自己有覺得比去年和之前的狀態好嗎？有，因為去年確實也沒待多久在這裡，沒來得及感受，是吧？是，對。哎，但是我覺得方欣彤跟他們演簡直太合適了，尤其方欣彤演完之後，大家都充滿了那種青春活潑、童真、快樂的感覺，然後荒導一上來，這種卡通的感覺就全合上了。他們的畫風會統一，就搭着演，特合適。有點行雲流水，是不是這種感覺？感謝小鳳老師，現在顯得高寒格格不入的，然後那個，
所以就刚刚张老师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是一个团队赛的赛制，我们从一开始就跟我们的小峰老师要去合作，就是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表演的动力嘛。我们老是说我们上来就是联欢晚会，就是开心，曲苑杂谈。对。这就是说，大家不追求，就是一定要听点什么的同时，然后你们就会成功。是，就是这个道理。我就看着你们那个大家喜欢，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棒。你看漫才兄弟优秀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上春晚了。确实，你们只要保持这个水平，我瞎预测啊，明年的春晚的时候，你们两个在电视机前还能看漫才演出。太好了，太好了，一定的。看漫才兄弟，他们两个是非常棒的，差点以为看不了春晚了。我说多学习，向人家一块多学习。但我们的一个小目标是，下一年如果漫才兄弟还上春晚，我们希望可以当他的编剧。对，这是我们的小目标。对，真的。但是真心的觉得，就是说那种非标的笑话，就是那种东西，就是我对一个喜剧最大的追求，没有任何为什么，因为现实可以告诉我太多东西，我可以思考，但是这个可以完全让我忘记思考，就是活在一个非常荒谬的世界里。太感谢你们了，谢谢。哎，谢谢老师，谢老师。荒岛，对，从他们的表演当中，我可以发现很多的惊喜。他们会经常给我期待值以外的东西，比如我期待他们那个扎飞镖扎出什么，最后得到的是飞镖，就这样的开心让我特别开心，我就觉得好轻松啊，我就完全没有任何压力，所以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表演，非常感染我。对，谢谢。我也是特别为荒岛感到高兴，就是我总觉得所有做幕前工作的，不管是做漫才、脱口秀或者主持人、演员、歌手，你都会到一个时刻，就从这个时刻开始，你就跟观众之间建立一种很神奇的连接。观众开始主动的就接住你和拥抱你，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就是观众会愿意接你。所以刚才你们有一些那个很莫名其妙的包袱，我都笑了。恭喜你们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哎呀，谢谢。哦，我不懂漫才。别。但是我感觉你们演的特别好，然后找了很多各位嘉宾非常恐惧的关键词，就说哎呦乌鸦嘴，组合在这个漫才里，然后很多正能量，意外的在漫才里获得了很多正向的节目剪辑技巧。谢，上点价值啊，很棒啊，恭喜你们，越来越棒，太棒了！来，风心彤、高寒回到现场，同时我们也贾浩、大狗、阿赛回到现场，这个有的拼啊！这感觉我觉得氛围挺好的。这个也许能拼一点，有悬念。197、198就过了。他们196就翻了，就赢了。哦，这个还有点悬念。荒岛的票数是还以为会差一点点啊，很高了，很不错。哎呀，差一点点，最好成绩了，最好成绩了，不错，相当不错。但是对于荒岛和高寒和风心彤来说，3位联手给我们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出。来，贾浩、阿赛、大狗继续守擂。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把我手卡都拿过来了。哎呀，你看，还挺瞅着。其实给了我们一些自信，在这个舞台上也开始慢慢的找到了鲁豫老师说的跟观众的小链接感。我觉得荒岛人气王今天也特别好。对，笑死我了。给到2个行，笑死我了，2个行情，好，特别好笑。其实我觉得小峰今天的表演也非常的厉害。他虽然一直说自己很紧张，但我觉得他今天表演是更自如了。荒岛人气王，我们第一赛段也是队友嘛，然后他们即便在自己紧张的情况下，也很愿意用一种高能量去鼓励我们的后台就这个风格啊，习惯一下啊。不是说的很好，幸亏有你们，不然我都不知道说啥。高寒。他这个赛段给我们2个挺大惊喜的。本来以为高寒是一个那种很阴暗的，缩在角落里面，但是没想到他居然到处给人改稿。给我改很多。
这是我吗？你那谁呀？刘昊然呢？后台。这个你不应该。我觉得高寒是他会下意识的去跟别人聊稿子，他以为是在闲聊，但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给了很多人帮助。别人 QQ 号干啥呀？这个贴有点妙。大杂居小聚居，你可真是一个小聚居呀！这个逻辑应该是真正给孩子，大人会嫌弃。相信你自己。行，你有一个品格叫善良。哦，勇敢乐观。东北文艺青年高寒，我其实真的挺开心的，我跟他们在一起，我非常的放松。直接贿赂啊！我告诉他别讲这句了。非常好，非常好，来挑人吧。看是谁呀？阿赛挑出来的对阵组是赵越、粽。哦，被抽到的攻类小队赵越、粽子、林琛。赵越很厉害。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赵越。大家好，我叫赵越啊。我有一个爸爸，不是炫耀啊，是今天想跟大家讲讲他。我爸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小时候每次遇到出租车，同学都会指着那个车问我：“这个是你爸吗？这个是你爸吗？”我说：“哥，我爸他是出租车司机，不是出租车。”还有人问说你爸开车是不是也绕路啊？我说家里生意上的事儿我向来不过问。我爸没有给我讲过工作上的事儿，他只说过他这辈子走了不少弯路。我爸这工作很危险，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啊，11辆车连撞。原因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分神了，我当时就赶紧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意识到不太对，我就给挂了。我爸给我打过来了，说开车呢，咋了？我说你开车就不要打电话。我爸是在我们省会西安开车，1年就回来2、3次。有一次朋友干了坏事，他给我说：“你帮我把这事儿认了，你爸又不在。”我说：“哥，你这种情况，我爸是会单独回来一趟的。”他说：“你不想见你爸吗？”我说：“不想，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作为一个出租车子弟啊，出子弟可以。现在打车司机我要好评，我都不给他。好评我能给你吗？给你了，你分高了，活全让你拉了。我爸怎么办呀？我只有离开西安去外地才会给司机好评。我说好评可以给你，但你不能去西安。我爸也开过网约车，我懂他为什么不开，因为线上的竞争就是很残酷。我爸跟我说：“爸，这些年也没有挣到什么钱，你怪爸吗？”我说：“爸，小时候不懂事儿，可能觉得是怪你，现在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个叫恨。”这个是开玩笑的，不恨他，我对他很愧疚。复读那一年，我就花了我爸3万多，考上了大专。我给他打电话，我说：“爸，我对不起你。你挣钱也不容易，都是一块一块挣的。”我爸说：“你说啥呢？爸起步价就8块。”我和我爸不太熟，两人在一起没什么话讲。我们家好像是祖传的没话。我爸跟我爷也不说话，我爸给我爷上坟烧纸的时候都不说话。上坟烧纸都是要说话的。
爸花不够再给你烧。我们俩就跪在那儿纯烧，跟忏悔一样。不知道还以为这2把人杀了。全程我爸就说了一句话，但我接不住。他说：“你爷要是没死的话，应该还活着。”我爸原话，我不知道怎么接，我只能应接。我说：“对，我爷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没死。”我爸一直低着头，感觉有个地缝他都想钻进去，但他应该不敢钻，因为他跟他爸也没话。我跟我爷话就挺多，我俩有共同点，都跟我爸没话。有一次我爸回来发现我跟我爷正在聊天，他愣住了，他发现爸爸会说话，儿子也会说话。我爷给我说他很后悔在我爸小的时候对他太严。隔代亲其实是爷爷给爸爸的一封道歉信。我也想改变我和我爸的状况。今年除夕就我俩在家嘛，我就想，如果我连我爱你都能跟他说得出口的话，那之后说什么都不是问题了。但那天太紧张了，说成狗叫了。我说爸，问。我爸说狗咋叫？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告诉他，不是狗叫，是犬子在叫。把我尬的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把电视打开看春晚，真好看。家里越尴尬，春晚就越好看。一下抚平了我内心的伤痛。网上有人说春晚太尴尬了，不行别办了。过年多和家里人说说话不好吗？不好。跟家里哪有那么多话说呀？相谈甚欢的家庭就不懂春晚的好。春晚就是我的阿贝贝。过年我爸送我去上班，我俩都是正常人啊。但在一起就傻得冒泡。那天我俩在车里是说一句就后悔说一句。我说爸，这高速上的车可真快。我爸说确实不慢。我说今天太阳大，我爸说今天太阳远。我俩在车里量小而辨日。我俩聊天就只聊天。我当时特别尴尬，我说这也没个打车的。我爸说可能是因为是高速吧。1个小时的车程，我感觉坐了1天，快到了，我思想一放松，给我爸说了一句：“哥，你给我放路边就行。”我爸也套公式了，说：“那你要发票不？”又尬住了。我爸跟我说：“你有事多打电话啊。”我说：“爸，你开车别打电话。”我爸说：“好，那你好好吃饭。”我说：“我最近减肥呢。”我爸笑了一下，一脚油开走了。我看着他的那个离去的车影，我突然感觉好像没话也不用硬聊，能一起走段路就挺好。谢谢你们，我是赵越，谢谢你们。我就大文学时代。打我！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赵越。赵越一直有很多是讲自己的亲情，你是觉得自己擅长这个题目？是主要是不擅长别的，就是。而且因为我上一篇是讲我妈妈，然后这篇想讲我爸，因为我很怕他回去之后你怎么不讲我呀？这其实上一个节目很难的，所以我就说第2轮一定要先讲讲他，做子女的一碗水端平。但是重点在于，其实你爸也不会说这句话，是你还是禁不住要去这么干。是
你会觉得妈妈都说了，然后爸爸一定要说，而且那份深情已经超越语言。因为我说爸爸我爱你那个点是非常扎我的点，在于我之前录完一个节目，人家那个嘉宾因为录节目，他就说了爸爸我爱你了。我当时就看着我说我也要回去跟我爸说爸爸我爱你。我回到家之后，我就看见我爸，我说那个爸，然后我爸说你把拖鞋你把鞋脱那个鞋，然后就开始跟我说一大堆别的，然后算了，我不能说这段，好的，我不说这段。然后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提不了这些事儿。然后但是重点就是在于我很多回想跟我爸说我爱你的时候，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我知道。我以前一直想不明白，就是说如果我跟我爸说不了我爱你，我爸也没跟我说过他爱我，然后这件事儿是他为什么不表达呢？然后也是录节目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问了他爸爸，他爸爸说我觉得我对你的所有感情也超越了所有的语言。好。对，就是说，你说出来我爱你那个时候，感觉那个感情已经就淡了，因为他说咱们的感情已经浓到根本就不需要说我爱你这3个字了，然后他是超越那种语言的，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哇塞，你说这些点，你知道你在演的时候，我跟周深说又要来了，要说扎我们那些点了，扎心了要。对，但是他处理的挺好的。对，尤其是爸爸送他那段处理的特别好。对。那些出租车的那些点，出租车真的很辛苦啊！爸爸那个每天开出租车，我之前我看见北京出租车师傅多辛苦啊，特别辛苦，打个车赶紧问人家说王府井去嘛，然后师傅说去，我说你好好去啊，路上小心点。你给人家生活添点乐子，咱也不做，就是嘘寒问暖一句。我很喜欢赵月这段表演的点，其实还有就是，因为虽然我跟我爸关系很好，然后我有很多要说的话，但是，也说实话，见面很难说出什么“我爱你”这种话，就是实在是难受。是，但我很感谢有个东西叫表情包。之前我爸给我回过那种，就是他可能不懂，就上面写一个呵呵什么的。我说爸，这是不礼貌的意思。我爸说没错，我知道是这个意思。我其实特别爱跟打车的师傅聊天，对，就是如果万一我去西安，我打到了那个叔叔的车，万一我能跟他聊一会儿。那你小心他绕路吧，这是。我一聊，没事儿，一起走弯路，没防住。其实好像不是光中国式的父子是如此，哎，对，你去读所有的男性作家写的父子之间都有一堵可能是透明的沉默之墙。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卡夫卡他说他写的每一字，他说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你写的，是父亲，说都是写的是你，说好像在哀悼我在你怀中没法哀悼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最终就是很遗憾。表达的永远会比没有表达的要少很多很多。有些时候都不知道跟他说啥，因为就是哎呀，我有时候你比如说我现在想他了的话，但是没啥事儿，我就不给他打电话，因为你不能说打电话说哎我想你，这是我只有有事儿才能给他打。其实也没事儿，能感受到。你爸一定能感受到，你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你爸也能感受到。我也一直都非常喜欢赵月，然后他每次段子都会让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默默的他会勾起我内心深处的那种就是愧疚感和一点点亏欠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得到我爸爸妈妈他们在期待我去说，但是我又觉得中间就是有这样一个时差，真是，而且好多亲人之间是感觉你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说，对，一见他面你感觉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对。所以我觉得赵月的这样的段子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就可能他在冥冥之中他又给了我一个勇气，可能就在某一刻我再想到这个段子，或者再想到某一刻的时候，我说哎呦爸爸哇对，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幸福的一秒。对，我觉得就是可以通过脱口秀来表达一些当面无法对父亲表达的话，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你笑点安排得很好，所以大家都被打动了。因为如果完全是沉重的东西，好像大家也很难被调动这个情绪。但赵月做得非常好，所以很了不起。谢谢你的直系亲属喜剧。行。我爸爸没什么话聊，是从小就没什么话聊吗？是，当时他觉得我内向，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内向。我印象中，我爸教给我的第一句普通话是美极了，就当时是忘记是吃什么饭了，他说这个好吃怎么说是美极了，
美极了，至今没用上。有没有想过去向那边靠拢？有次他送我下车之后，我说那个咱抱一下吧，然后就很僵硬的抱了一下，然后发现也没有什么进展。你跟你爸爸见面的频率怎么样？1年也就1、2次吧。如果你1年看我3次演出的话，那咱俩见面的次数就比我爸多。这榜牛啊！我要好好体验一下火锅，不够，还有还有烧烤、米粉、早茶、小笼包、湘菜海滩。再玩点啥吧？贝拉达，还必须得坐一次直升机。哇，哥们儿，是大众点评必吃榜和必玩榜啊！真实评价靠得住，这榜确实牛。谢谢赵越的表演，来看一下赵越在这轮表演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是。哎呦，了不起了不起，已经很了不起了。不错的分数，184。来，赵越回到队友身边。加油，粽子！加油！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一位新人演员，但是在上一轮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深情饱满，掌声欢迎粽子。Hello， 大家好，我是粽子。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也有一个妈妈。也不是炫耀，我妈这人记性很差。我最近带她看电影《阿嬷的情书》，看完她很感动，说让她想起了之前贾玲拍那个电影《你好，李莲英》。我说妈，那是李焕英。我妈这个人就是很抽象，小时候总让我叫她姐，因为她怕显老，就导致当时我们幼儿园的人就都以为我没有妈妈。我说姐姐就是我的妈妈。更心酸了，有一次我发烧，老师说坚持下，一会儿给你送回家。我躺在床上特别虚弱，我闭着眼睛说不用了老师，我妈妈马上就来接我走了。老师说啊，她已经在这儿了，你再坚持坚持。我妈真的很抽象，你知道我妈会给各种东西起名字，我妈甚至会给我的耳朵起名字。我的耳朵叫小福宝，她说这个秘密只有我俩知道，但这个秘密后来我跟同桌说了，因为我这人左福宝进右福宝出。当时班里有人总欺负我，揪我耳朵，我就告诉我妈。第二天我妈就领着我找到她，说你看你给粽子揪的，一个福宝大一个福宝小的。我说妈妈，这不是秘密吗？老师说这不是你姐吗？我妈说粽子这不是秘密吗？哦，听懂了，听懂了。我妈跟其他同学的妈妈很不一样，我从小就发现别人的妈妈会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我妈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给自己买衣服去商场，给我买衣服去批发市场。我问我妈我衣服是什么牌子的，我妈说是国外的牌子 Supermarket。 我之前面试失败，打电话跟我妈哭诉，我妈也特别着急，一直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以为我妈是在为我的前途着急，结果我妈说好了好了，妈妈要去跳舞了。我哭得都喘不上气了，我说你要跳舞吗？你不伤心吗？我妈说当然了，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我当然也会伤心啊。我听出来了，
我妈买了条新裤子。我妈对自己真的很好。有一次母亲节，我给她买花，花店往里面塞了张贺卡，文案是：妈妈，你要爱自己，像爱我一样。我妈收到之后说：啊，不要吧。但其实我妈很爱我，她说你得学会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我听懂了。今年母亲节，我给自己送了束花。但有时候她也会怀疑自己。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觉得自己不是特别会当妈妈，因为我姥姥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我爸妈谈恋爱见家长的时候，我爸家亲戚在桌上说，没有妈妈的孩子没有教养。大家能听出来这个亲戚呢也没有妈妈。我妈认为没有教养就代表她可以做一些没有教养的事儿，所以那天走的时候，那个亲戚一个福报大，一个福报小。那个亲戚也再也没有说过我妈没教养，只说我妈下手没轻重。后来我爸妈还是结婚了，因为当时已经怀了我了。我妈觉得结完婚肯定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而且我爸对她很好。结婚之前，我爸说找老婆就要找一个温柔的、漂亮的、可爱的。我妈特别开心。结婚以后发现我爸真的找了一个温柔的、一个漂亮的和一个可爱的。有一天我妈终于忍不了了，就决定带我逃离原生家庭去内蒙古。绿皮火车上，我妈扛着几大包行李和一个小小的我，也就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们当时甚至都没有票，她说咱们先上车后补票。可以看出来，我妈对待火车和婚姻是一个态度。没有12306，补票的人特别多，我妈就让我装病，说能快点。乘务员问我什么病，我急中生智，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我有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我妈赶紧跟乘务员说，脑子有病啊。到了内蒙，面前是空旷的草原，旁边是紧紧牵着我的妈妈。她说她找到工作了，去当保姆，包吃包住，什么都包。我当时觉得内蒙古真好，蒙古包。我很开心，我也想当保姆。我以为保姆就是保护母亲、保护妈妈，结果我妈说保姆是给人家洗衣服、做饭、带小孩。我说妈妈，你怎么又要结婚了？我们会一起擦地，我妈用大抹布擦，我用小抹布跟着擦，从天亮擦到天黑，因为我的抹布是用完没洗的。雇主看见了，感动地问我说，小朋友，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呀？我说想让妈妈不用擦地。雇主更感动了，第二天差点把我妈辞退了。但我后来发现寄人篱下真的还是挺难过的，因为那家的女主人真的很没有礼貌，我每次午睡她都要进来，我跑去告诉我妈，我妈说让我回自己屋睡去。小时候其实我不懂妈妈为什么要带我去内蒙古，直到我开始讲脱口秀，我才明白，可能那时候她就知道内蒙古未来会出现一个著名的脱口秀演员粽子。今天我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这个段子其实有一个很过时的名字，叫妈妈，人生是旷野。6岁的我在内蒙古看到草原的一瞬间，想的是旷野，人生是妈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粽子。为什么会想去内蒙古呢？因为内蒙古灰尘真的很大，很难找到比内蒙古的地更难擦的地了。粽子其实每次都会给我们介绍一个身边的人物嘛，就跟一般的演员一上来讲共鸣什么的不太一样，就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创作？我一开始也以为大家会有共鸣，其实。我今年想的是，可能我就是想写
3个我身边的女性角色啊。第一个就是上一轮给大家介绍的我的芳芳姐，然后这一轮想给大家介绍我的妈妈。我本来就是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想介绍我的妹妹啊，她现在在西藏当那个流浪歌手。就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一种魅力，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敢于去离开一个地方的。我觉得粽子的语言一直都是很有诗意的，而且你的舞台风格和形象也特别清新。但这个风格可能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有一点吃亏，因为就是能量一下子没有那么强。但我觉得也很有特色，还是挺好的。谢谢梁老师。我非常喜欢粽子这个女性系列。其实听到这一段，我已经感受到了她绝对不会只有2个女性，因为从上一轮的讲芳芳。那一轮的芳芳给人一种感觉很是贾樟柯电影似的，然后这一轮如果你要是把内蒙换成阿勒泰的话，就完全是我的阿勒泰风格的。但她所有的女性那么不同，但是内核特别相同，就是好像命运多舛，但是有极强的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极其有生命的活力。所以我相信你如果再写你妹妹的话，也是内核是这样的一个女性，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因为比赛一方面可能希望有好的名次，但如果这个舞台能够被人看到，立住一种风格，我觉得特别好。谢谢罗宇老师。事实上，粽子所有的表演这2轮以来都在做着强表达，像电影，像散文，然后像艺术片。再次感谢粽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来看一下，粽子最后在观众这儿会拿到的票数是。掌声送给粽子，粽子可以回到自己的队伍，等待着队伍的下一位成员。这个小队派出的最后一位是一位00后新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琛。谢谢林琛。Hello， 大家好，我叫林琛，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的事儿。我从小学习就很不好，去到一个特别偏僻的高中。我同学问我林琛，你跑那么远是去哪儿呢？我骗他说去留学。他说你去的哪个国家呀？我说国家，我去的韩国、楚国和秦国的一个交界地带。那是一个只顾着赚钱的民办高中，衣食住行上各种克扣，食堂的饭里总是能吃出来苍蝇。我有一次吃出来，我叫阿姨过来，我说阿姨你看这什么？阿姨推了一下她的眼镜说花椒。朋友们，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白米汤里要放花椒，其次就是那个花椒还在我的汤里面游呢。我把它撇出来放到桌上，我跟阿姨眼睁睁地看着花椒搓了搓手飞走了。朝天椒，就阿姨看到这儿才给我换了一碗，我喝到底了。我说阿姨，花椒。真的，就我们学校这个饮食条件，谁要是能从学校外头带回来一些真正的食物，谁就是心软的神。有次我请病假出去，第2天给他们背了一书包包子油条。放到班里，一瞬间就被抢没了。我过去一看，我说谁把我中药喝了？我那同学过来说没事，林琛你再请假出去开点儿，这次开点儿清热的、去火的、酸辣的。我说行，你喝了没事，那这样吧，你给我点别的东西泡脚。真的就是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我们那个校服也是一套春秋季的校服，卖我们300-400块钱一套。我从来没有花过那么多钱买过那么丑的一件丑东西。校服的配色为什么总是蓝色、绿色、黄色？你远看像一排共享单车站起来了，而且质量也特别差。就校服那个拉链儿，一次性的，我拉上去之后发现拉链还在我的手里。什么意思？校服发下来就只有一次机会选择，是穿开衫还是套头衫？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真的，我们校长看到校服很破，也很着急，急着拿剪刀过来给我们裁吊牌，说同学们来裁来。真的很过分，而且你校服又丑又破就不说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还非要把学校那个名字印到那个校服的背上。朋友们，那是我们全市分最低的学校。我穿着那校服出门，就相当于告诉全世界我是大笨猪。为什么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既没有里子又没有面子，光有那个名字，那个名字质量特别好，我怎么抠都抠不掉，感觉浑身上下都是纸糊的，就这个名字是校长一针一线缝上去的。我就真的很想找校长商量商量，我们能不能各退一步，就是你把校服上这个字儿给我刮掉，我给它纹背上行不行？实在不行给我们校服配个面罩也可以，这样我穿校服就不会自卑了。虽然他们还知道我是大笨猪，但不知道我是哪头。真的，我们老师也觉得我们笨，平常上课也不怎么管我们，说我们都是刺儿头。我们出去就对外说我是学校里的尖子生。我觉得尖子生和刺儿头那不都是一个形状的学生吗？我们这些孩子聊起天来也可以说是谈笑有白丁，往来无鸿儒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对吧？谈笑怎么可能有鸿儒？那鸿儒都在好好学习，不跟你谈笑。我初中同桌是一个鸿儒，我当时天天上课跟他谈笑，天天跟他谈笑，现在俩白丁一块过来报道。谈笑间，鸿儒灰飞烟灭。所以就是感觉刘禹锡太自信了，说什么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个丝竹？无案牍之劳形，说没有官府的公文使他身体劳累，那你不没考上公务员吗？你没考上公务员就没有那公积金，这就是他丝事漏失的原因。确实学校不怎么管我们，然后但是他们还说要对标衡水中学。我们学校跟衡水中学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河北衡水，一个是恒河水，这水也太浑了。但他们特别会包装自己，弄了一次什么6校联考，我们学校排名第1，我都不知道校长从哪儿找的那5个学校。我说怎么还有高手？那叫学校吗？欢乐谷。我看了一下，别的学校都是正常跟人家省里学校对标，我们学校跟人家村里的比，人家村里人很少，那个学校的规模可以说是一个私塾。我们学校一大堆人用人海战术跟人家比总分，那能不赢吗？而且都已经这样了，校领导觉得还不够稳妥，题都是我们学校出的，出完了题还要给我们押题，真是神了，全押中了。就考试前几天把那卷子发下来给我们讲题看答案，考试当天的卷子又发下来，同学们一看都傻了，以为前几天是老师在那儿讲课呢，没想到是导演在这儿讲戏呢。这次考试结束之后，班上一大堆孩子都得了进步奖，老师也假惺惺的夸我们说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那花朵也是分品种的，我们这种应该属于昙花。或者烟花。3月份就要下扬州，去电子厂打工了。然后老师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奖状，那就是封口费。
回到家，我爸也很性情，把那墙纸一撕，把奖状贴上去，说林琛，这以后就是你的奖状墙。我说应该用不着，而且一个20平米的大墙上就贴一张 A4 的奖状也很奇怪，你就感觉是怕墙着凉给他肚脐眼盖住了。我爸说林琛你努力，以后用奖状把这面墙都填满。我爸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当年孙悟空飞到天上问天师，说凤仙郡什么时候能下雨？天师告诉他说，等鸡啄完了米，等狗舔完了面，等火烧断了锁，等林琛用奖状把这面墙都填满。后来的每一次考试，我都让我爸知道了，有一种中式美学叫留白。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我们这个学习氛围不是很好的一个学校，但是这3年我真的也确实是在努力的，我不想放弃自己。所以高考的时候，我还是考到了年级第3，上了一个好大专，然后命运的齿轮就开始生锈，生的是脱口秀。去年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拿到了我人生当中第1张真正的奖状。今年我终于把那面墙填满了，凤仙郡下雨了。谢谢大家，我是林琛。他学语文的吧？是吧？他讲的好感人呀！来，投票倒计时。掌声送给林琛。您那个说一下争那秀，那个奖是比的哪个赛啊？挺幸运的，就是通过线下的一些比赛，可能会先被大家看到，然后才有机会走上这个舞台。我刚开始也是在那儿验票呀或者什么的，一边上开放麦，对，然后打工，然后就半工半读，半工半脱口秀，对。半工半脱可以啊，哇，听上去很合法啊，很棒。然后呢？然后就慢慢的就演出费从50涨到100，涨到150，涨到200，涨到300，然后慢慢的又去参加一些比赛，然后最后就站到这儿。真是哈，就一步一步的就这么走出来了，就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因为他这种学校，以前我们学校，因为我上职高的时候，学校也是反正挺乱。你上的是职高啊？我上的职高。你们学校门口有那种倍儿来劲的那种，就是是不是也有那种比较狠的那种小孩儿？有，那遍地都是。遍地都是。哎呦，我去的时候可怕了，他们跟我说有一个孩子叫独眼龙，然后说一定要小心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容易撞到你啊。然后呢？然后但是什么玩意儿？嗨，但是我就是说，这种学校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以后你还会在这个脱口秀里讲吗？我可以再写一段试试，就还有很多没有讲的。我觉得林琛这段特别好，特别好。首先有一点很打动我，就是谁能想到继小四爷的《陋室铭》之后，还有人能翻出新的花来？对。就是你是发现永远都是，千万不要怕什么素材枯竭或者梗再翻不出新花来了。只要角度不一样，真的，刚才这点特别打动我。然后刚才黄子问我说，他中学一定语文特别好，真的。他上一轮我记得讲了周敦颐，对。然后这一轮我们都已经乱了，语文各种内容已经非常杂糅在一起了。就是他的视角很独特，因为他有充沛的表达欲，就是可能年轻，离那个中学的距离没有那么的遥远。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内容再去挖掘一下，肯定还有很多是可以挖的。是的，是的。我总有一种感觉，林琛像小高寒一样的。哎，不是，高寒是小林琛现在。没有，我不是，高寒是小刘昊然。张绍刚是小撒贝宁。今儿怎么都这么会做人啊？这个社会好麻烦呐！怎么大家都太可怕了。剪完视频要给马斯克，还要剪给刘昊然，厉害啊！就其实我也很欣赏韩哥，我们私下也是关系。别这么说，琛哥，当韩媳妇对。
我们也会互相看看稿子什么的，我挺喜欢他的风格。突然认可了对方。你很擅长用那个语言节奏把观众情绪推起来啊，还是挺厉害的。文派啊，非常棒。谢谢老师。来吧，3位，欢迎回到台上。又到了我们公布分数、加总分的时候。妈呀，那今天有可能他们又是首类晋级，很有可能，真的很难。我们来看一下林琛的得分，没有，以及这支小队打出来的分值。196，得有至少196。太棒了！哇，全场最高今天！哇！哎呀，我真的要喜极而泣了！天太好哪！了！这不就行了吗？对吗？林琛拿到了截止到目前为止第2擂台的最高分，厉害！告诉你老师你有多优秀。对，身子好样的。但是没有攻擂成功，所以粽子、赵月和林琛要进入到待定期。贾浩、大狗、阿赛继续守擂。我告诉你，这一场之后他就会特别自信了。是的，他会更加放松，他就会完全就会不一样，他就会有那种熟悉感了。对。林琛那个票数出来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就是也为他开心。我要分享一个那个细节特别可爱，就是因为我演完就是演得很差嘛，我就用笔在自己手上画了一朵小花，然后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给我鲜花跟掌声，赵月特别可爱，他就用手指给我比了一个花，他说姐你看花，特别可爱。送你朵花。太可爱了！哎，你的手真的很像花哎。草原上的花儿吧，哈哈。花。下一季还选你当队友，不管回到前一天还是现在还是过去将来，都要选你当队友。哎呀，姐，你别哭，我下一季我选你当对手。对手吗？也行。那我狂帮他改稿了，咱俩也成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夏天？大王洞的夏天啊，是小妖怪的夏天。我喜欢小妖怪的夏天。是吗？还是要聊一聊。啊，这个多这。哇，你这个好清晰啊！这好可爱。粽子稿，这个是我画的你，然后定制的一个小样。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的。啊，不是很舒服是吧？林琛就很像我们的傻弟弟，然后月月是大一点的弟弟，然后我是姐姐。大家都挺喜欢你的。是你在节目上的第一个夏天，也是缺了一块的夏天。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夏天了。来，3位有缘香，抽出下一组要和你们 PK 的队伍。我觉得就是咱们。是我们吗？我们吧。浩哥，抽我。抽我。吕博伟，吕博伟。耶，终于轮到我们。被抽到的这支攻擂小队，哇，真的是
让人心生感悟，就是人生感悟。怎么说？人生的高低、错落，是吧？不要看着我说。人生的高低，不要看着我说。高低错落都要嘻嘻哈哈的，他们就分别是高子吕博伟，低调陈火腿，严肃法务孙鑫。我觉得他们有希望，他们可以。觉得我不聪明吧，觉得我傻，因为长得高，我3米，然后声音又是这种，性格也比较温和，很少发脾气。吵就是话多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会跟我开玩笑，说我在训练营到处找别人聊天，有没有可能人家嫌你烦，人家不说？我是一个偷偷摸摸做自己的人。越痛苦，你越想抓住，就越抓不住。这个问题我没有做好准备。我觉得我们3个风格大相径庭了，对，就是我特别浅，然后孙鑫是特别深，然后腿子就是特别细致。我感觉这么说其实好像也挺互补。我们是不是3个人可以写一篇稿？这么看我们就是可以各自为战，然后还有能整合的小组，聚是3团火。散是满天星。首先上场的这位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陈火腿的好朋友吕博伟。这麦架显得好低啊。对。嗨哎呀，抽到我开场真是命运使然，很好的寓意。我们一场下半场比赛，咱们高开高走，怎么样？保持住，朋友们啊，我们开始了。哎呀，大家看到了我的2个队友啊，这是我很好的朋友。我真的很喜欢跟他们做朋友，因为我其实是个 I 人。我很希望能和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不想长这么高了，我感觉长这么高真的非常的一般。我感觉有次我坐电梯到了1楼，门一开，外面站了一个小孩和他妈妈，孩子被我当场吓哭了，一边哭一边揪着妈妈在那哭说：“哎，妈妈，这是人吗？”他妈看了我2眼，也没说是人，也没说不是人。他妈说3个字比不是人更难听，他妈说快点走。我不想长那么高，主要还是因为我最近去见了我对象的父母啊，可能要结婚了。谢谢，都来到手啊。但是他爸对我不太满意，他爸嫌我长太高了，但那个理由我真的不能接受。他爸说长得高的人呀，死得早。我说这叫什么话？长得高的人死得早，怎么是离天堂更近吗？还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还以为他爸跟我开玩笑呢，我也回敬个小幽默。他爸说长得高的人呀，死得早。我说哈哈，叔叔，再早也没有您早吧？啊！但这不是最让我难受的，最让我难受的，当天回家我立马查了一下，太离谱了。刚打3个字长得高，第一个死得早，第2个为什么活不久？我赶紧去看，有些人说挺有道理，什么心脏什么的，但是最有道理的还是篇论文，他研究身高和寿命之间关系了，结尾还给一公式，说这个人呐，每高1厘米少活2年。乍一看我以为还行，但我一算我就发现我要比一个1.75米的正常男性少活50年，今年就得死。对不起。25岁老死了，但还是很吓人的。我赶紧就去体检了，还真查出一些毛病。首先就是查出高血脂，这个毛病很多人都有，很普遍。但是我不太一样，我的血脂超级高，我的血脂是毛豆的4倍。什么？毛豆听完都吓坏了，太高了，你这也啊？哇，好像。
大夫当时也不理解，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平时喜欢熬夜、抽烟？”我说：“没有啊，大夫，谁熬夜抽烟？不都饭后抽烟吗？”但是高血脂症状就是容易犯困啊，犯困我就直接睡觉就可以了，很好解决。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同时还查出第2个毛病，叫做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是这个病最好听的名字，它有另一个学名叫做呼噜打得和猪一样。我真打呼噜声音超级大，我会打那种把自己直接打醒的呼噜。但我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当时上学校上本科住在宿舍，每天睡觉都会被一个人呼噜声给吵醒。但是很奇怪，我一醒他就不打了。我说这小挺贼呀啊！专门打呼噜吵我，必须给他抓出来。我一晚上没睡，他一晚上没打。第2天室友都去学校上课了，我在寝室累得睡着了，他又出现了。后来我就不把自己打醒了，可能我应该不是鼾声减小了，应该是听力退化。我发现这个病一旦不把自己打醒，它就纯影响别人，像一种帝王病，跟那个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时是我对象强迫我去医院检查的，去医院检查就是带一些仪器，然后在医院睡一晚，然后就查出来。我第一次去没查出来，没睡着。因为跟我一个屋的全是和我得一样病的人，我这不自相残杀吗？当天我演完出去的，去晚了，我还没进屋我就知道今天晚上睡不了觉了。长长一条走廊，只有我要去那个病房，门口的声控灯是亮着的。进屋我就知道应该是有4个人，算我有4个人。我听到2声巨大的呼噜和一声长长的唉。躺了1个小时，完全睡不着。那俩哥们打得太厉害了，我都想报警，我想让他们住手，我想说你们2个不要再打了啦。但是为什么我还能在里面睡着呢？全靠我旁边在叹气这个兄弟，我称呼他为我的兄弟，他真的给了我莫大的力量，他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人也没睡着，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那一刻，他就是我的张怀民。凌晨4点半，我彻底的崩溃了，怀民也就寝了。他的呼噜声音最大，10分钟之后，整个房间里面只有一声巨大的呼噜和2声长长的唉。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学聪明，第2天早去早睡测出来了，测出来大夫跟我说挺严重的，说我半夜睡着以后最长呼吸暂停时间达到2分半。哦，太厉害了，2分半！哎，我试过，我清醒的时候最多憋气30秒，睡着能憋2分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溺水了，我应该直接睡觉。大夫说非常严重，还挺危险，建议我立刻佩戴呼吸机睡觉。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店员跟我说有1000到2万的，问我选哪个，我没买那2万的，那一看效果就一般，一看那价格我立马窒息了，我直接买了个1000多的。哎，但是真不应该贪小便宜，因为呼吸机就是这样的，它一个面罩扣你脸上，然后一根管子连一个机器，然后机器出气你就吸气。但我那个1000多那呼吸机啊，管子连机器那头特别容易掉，经常面罩还在脸上，那头已经掉床底下去了，早上起来床底下干净了。面罩一摘一嘴狗毛，我们家扫地机器人竟然转2圈转出去了，给自己转懵了，说哥你亲自来啊。没有办法，现在我爸每天晚上起来给我插管子，我爸给我插管子，他太孝顺了，
差段时间，我爸也不耐烦了，跟我说：“儿子，你要不别戴2天试试，万一要是好了。”我说：“爸，万一要是死了呢？”当时我就明白一个残酷的道理：久病床前无慈父。我现在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我的呼吸机，它就是我的命根子。但是光带呼吸机呢，还不太够，因为血脂的关系呢，吃饭也不敢重油重盐。我吃饭还得带着海天薄盐，盐分下降但鲜度爆表。没办法，气管血管2头堵，我这种人想要活得久，只能是双管齐下。这次我们是住集体宿舍，然后分房间前，导演组问我对于舍友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千万不要把我和对手分在一间房里，因为我太脆弱了，管子一拔，赛前淘汰了。尤其是季夜，因为他最擅长就是干拔。到了宿舍，我掏出我的呼吸机，很多演员过来围观啊，一边围观一边感叹说：“哎呦，真好，真好，这素材真好。”我说：“哎，这可是病哎，让你暂停，你愿意吗？”他说：“我愿意。”哎，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因为其实我也愿意。这就是我们干喜剧的，为了素材，为了效果，可以做出任何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呼吸能暂停，但是掌声不要停。掌声不停，我不停 ，The show must go on。谢谢，谢谢。来，各位，投票倒计时。感谢吕博伟的表演，我也是跟所有的演员朋友，尤其是没上场的演员朋友说一句话啊，就是一会儿大家要严密关注一下吕博伟的票数。我们看一下最后以要掌声来收尾的这种方式，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我觉得高子两说。这个梗我解释一下，张老师。哇，这是一个梗啊，这不是这不是一种礼貌吗？一种商演的手段吗？这是这个桥段是我的好朋友徐浩伦帮我设计的。哦，还真是好玩好玩。他说我如果在台上讲这个段子，他给我转一些钱可以换一个不掉管的呼吸机吗？够吗？哇塞，吕先生，我简直太优秀了，我真的给你掌声鼓励，太棒了。然后，那你那个本身晚上确实打呼噜声音特别大，是吧？对，超大。多大？带麦克风那种大吗？就是力透纸背，基本上能影响隔壁2个房间，应该有那么多。哇塞！你在电梯里头，那个人刚刚我听着太逗了，他说快点走，快点，你没在后边说怕了吧？哎，那得被抓起来了。刚刚那个状况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堆打呼噜的人在一起，在一个病房里。哇塞，那什么样？就是那晚上呜呼呼，那属于是 live house， 我感觉。高低错落，感觉有什么弦乐什么大 house 啊。哎，其实我记得吕博伟第1年来的时候，当时我在看电视，我突然发现，哎，这个画幅好像有点不一样，怎么有点卡头？那摄影师就往后拉住，然后他就上来说：“哦，大家好，我身高2米。”他的段子有一个魔力，就是因为他的视角是在座的大家都没有见过的视角。那所以说，今天他就是围绕打鼾这一件事情，但是有翻了很多的法儿，然后整个人松弛很多，然后最后的那个掌声，我觉得是蛮巧妙的。谢谢黄老师。刚才突然很想笑，是因为他从打鼾的，然后遇到打鼾的和他的朋友们。那一刹那就联想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惊喜啊！因为之前我隔着屏幕看他的表演，我会感觉到他的紧张，而且甚至我会有一种在替他在紧张的感觉。然后今年你就会觉得他在台上有一种我特别羡慕的状态，就是无所谓，就是我在说我的东西我无所谓。包括有时候看有些歌手在上面唱歌，他会觉得哇他就是帅，然后其他他都无所谓。
接受自己的表演状态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吸引人。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你今天的状态，就非常非常期待你后面的表演。对，谢谢，真的真的很好。谢谢周深老师，谢谢。就这段表演的确是高开高走，结尾异风突起，画风突变。但是我一直特别相信，就是时间的确会带来一些从量变到质变的神奇的结果。对，所以恭喜吕博伟，终于等到了质变的神奇的一刻。谢谢卢毅老师。好，是我也觉得吕博伟今年的段子，就是因为他本人的形象就是很皮实，所以即便经历一些倒霉事情，观众也可以听得很轻松，就是就是段子和人的性格融合的很好。谢谢梁老师。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吕博伟在他的表演之后拿到的票数是跟他身高一样，2多少米啊？2米200。哇，不错，非常好的成绩。加油！棒棒！祝我们组合技。来，在吕博伟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马上要欢迎的是吕博伟的好朋友陈火腿。火腿加油！火腿等等！大家好，我叫陈火腿。感谢大家来看我们讲脱口秀啊。然后我不只是这一轮，上一轮我的队友也是吕博伟。其实说队友，我俩的关系描述的都不是很准确。我俩往那一站，基本上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你知道吧？而且我们俩认识很多年了，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平常也不会叫对方真名儿，比如大家会平常管吕博伟叫高子，管我叫陈火腿，有些人矮子，他们还是挺保守的啊。就不然这帮脱口秀演员要真的说话难听起来，那都不是叫我矮子，而是管我叫高子，你知道吧？他们挺会讽刺的，反正。而且我之前其实一直因为个子矮自卑了很久，直到我认识高子之后，我发现矮个子啊就应该多跟高个子一起玩，因为一群矮子在一起只会越来越矮。因为你经常会发现一群矮子在一起走路不注意身姿体态的，喜欢驼背，走着走着可能走地里面去了。但是你跟高个子一起走，你起码会获得一些好习惯，你走路不自觉就会踮个脚什么的，属于是净身高1.6米，动身高1.8米。动身高，学到了。其实我挺感谢高子的，因为之前我因为这个事情身高矮就不能自洽很多年，我一直想找长得高的坏处，找了很多年完全没找到，直到我遇到高子，我发现长得高它也不是一件那么完美的事情。比如说身体素质方面，他虽然体格高大，但是确实毛病一堆。我个子矮小，但是挺皮实的。所以当时我听说他那个长得高死得早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对呀，就应该这样啊。你都长那么高了，你还要活得比我们久？我们要在你的阴影下活一辈子吗？凭什么嘞？但是你作为朋友，你表面上还是要装一下吧，对吧？还得安慰一下。我说，哎，他爸瞎说的，你别往心里去。他说，你活1000多岁，你当然不往心里去了。祝贺了。不要看我。哎，而且有些朋友对他们的评价其实也不是很专业。有些朋友会觉得，啊，他们大高个憨厚老实，不像你们这些矮个子啊，尖酸刻薄什么的。其实他那也不是憨厚老实，我跟大家说实话啊，他就是单纯的反射弧太长了，反应很慢。高子他可能腿断了，第2天才能发现。我腿呢？而我当天就捡着他的腿去医院接我腿上了。
那他只能搓下腿了，同时要这啊！他反应慢这个事情啊，有一次是把我都坑惨了。就有一次我们演出赶场，我本来打算坐地铁，但是高子骑了电动车，他那次忘戴头盔了，他没戴头盔算了，他那天说破天荒的要骑电动车带我一起过去。他那个时候200多斤，又2米多高，往那个电动车上一坐，还有多少地方给我？所以我想了一下，我说，哎，算了，挤。他说，你可以站前面。杂技。不影响，不影响。他但凡叫我蹲前面，我都蹲了，站前面不影响。头盔也没个，把老子当安全气囊在那搞是吧？我说影响到我的尊严了。说哦，什么尊严？他根本听不懂的，也很正常。一个人在高处待久了是理解不了我们这种底层视角的。但是他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要不你来开，我坐后面。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就发现啊，他虽然人坐在后面，手一伸还是他在开。我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他往前面挤一下，我还是站前面了。所以我最后还是坐后面的，只不过我是背对着他，抱着那个后备箱坐的。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正着他坐啊，我像他的书包，你知道吧？2根肩带子一塌，反正横竖不像个人。我说这么做还稍微有点尊严吧。然后开出去了，旁边过来一辆电动车，后面那个小孩坐姿跟我一模一样。那小孩还跟我打招呼嘞，你爸爸好高嘞！这个好有画面感。你以后肯定长得比他还高。这是我听过最难听的祝福了，但是好想骂他。但讲实话，心里又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想法。我当时想，他是我爸爸就好了。你知不知道我爸比他矮几个头啊？我开快点，这边小孩太没素质了啊！刚放学，好多小孩盯我看，开快点。然后就往前面开，快开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啊，刚才那小孩他爸爸好像突然甩出来一句：“前面有交警。”掉个头立马就跑了。我这个爸爸冲着交警开过去了，都快撞到那个交警了，突然来一句：“有交警啊！”我说是，开过去，把他也接上电动车。你就让他站前面。哎，有交警，你怎么不明天才反应过来？但那天情况比较特殊啊，那个路口平常不查的，说是突击检查，接到上面的通知说要查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的现象，所以抓了一帮没戴头盔的在那里堵的。所以他说那天就放宽政策了，没戴头盔就不罚钱了，你用手机扫码学习完那个交通法规视频就放你走了。没戴头盔带人才罚钱。但是人太多了，你知道警察根本管不过来，刚把我们拦下又去拦下一辆了，所以他就在前面扫码学习嘛，我在后面就没出声不。都学完了，人都放他走了，他问人家，那他要学吗？这么多吧，谢谢大家。10
来，吕博伟的好朋友陈火腿投票倒计时。大富大贵啊，大富大贵啊，太可爱了，太好笑了。火腿哇，大家说说吧，黄子已经笑炸了，好吧，回来嘎嘎，已经笑出那乌鸦似的，嘎嘎。黄子红帆在这块发出鹅一样的笑声。对。我真的觉得他的所有的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魔性，尤其是因为他真的就是接在吕博伟后面嘛，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前后的这个组合真的无敌。跟他讲故事整个推进的这个层次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一开始把你们两个的这个无论是关系啊跟相处铺垫好了，然后就来了一个猛的，就是那个骑电动车。从你说了那个把你当安全技能师之后，我就真的绷不住了。没错。包括像你的整个表达呀，还有状态，表演对，然后就最后就是还是祝你们就虽然好朋友，但出行这个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而且他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像黄子说的，就是非常的完美，特别强。哎，高个儿。然后您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孙熙是法务，正好来处理他们这个事儿，正合适。而他们俩这演出特别像一个漫才的分着演，俩人。对。哎，你们俩平时在俱乐部的时候也会就是前后这么演吗？有时候碰到刚好这么排就讲这一段。你们这个真的很适合演专场，上半场是他，下半场你。哇，那观众的脖子看完这。哎，你们这次住在一起吗？就住一起。和他住在一起的感受是？因为我们之前校妈第一次团建，我们俩就是住一屋的啊。那个时候也是找的一个别墅吧，韦大爷那个别墅我就不说了啊。那个床啊，我俩一起睡，他睡对角线。哦，他斜着睡。对，不然的话脚会出去。我得跟他平行。等腰三角形。我以为您睡床榻就可以了，别是那个。我有点无语了，我代入了，就是他斜着睡，你睡这边，我还可以睡这边。彼此互相不干预。你们能折叠是不是？就是这样，对。千岁，您说说您的感受。千岁，我现在就是敏感肌，超级敏感肌，就是脱口秀演员的魅力就在这里，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我也都发生过啊。你也被人带着那个骑那个，就是你跟别人骑车，你要么就是扒着他的背像个书包一样，要么就像个安全气囊一样，你就只有这两个选择。坐那车筐里啊。我下次争取可以揣裤兜里。可爱。对，就是很开心嘛。我觉得这种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就特别开心。喜欢，棒！谢谢周深老师，谢谢。陈火腿这个段子确实听起来节奏很快，感觉确实比好像个子特别高的要聪明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一段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表演。语言的艺术。就你俩的风格正好冲突很大，所以漫画感很强。就你们能这么排也很聪明。你的得分将会超过他的身高。我还想说，就是我们哪怕是看完了他上一场的表演，然后再看这场还是这么精彩，就我们被他的身高就欺骗了啊！他的实力其实非常强。对，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感觉像是有个障眼法的感觉，所有人都注意在身高上，身高这个点上，但他让所有人笑的那个技巧是非常高的。他其实是有难度的，我们认为他好像因为他先天的，他的身高和对。这一段评价我先可以离开一下吗？对，我们认为他占有某种优势，因为他可以讲这些。但其实讲身高，大家会认为先天会引起一些效果的话，反而很容易。容易的笑声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深度，不够高级。但他这段又好笑、有意思，而且把一个短短的一个行程路线活灵活现讲出来，我觉得很高级，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画面。我觉得火腿太棒了，或者特别像那个，他全方位的像凯文哈特。全方位的像。谢谢鲁豫老师。包括身高都很像。凯文哈特，哇，这么高评价呀，哇，夸猛了，绝对夸猛。我们来看一下陈火腿在他的表演结束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是能200了吧？205。我觉得200加喽。 200加。
觉得呀，他们有机会拿下那个。200。比我高，比你高了，比我高。终于2米了，我腿超2米了。我有的打哦，看孙熙了。孙熙可以的，孙熙182就能上去。火腿回到队友身边，一高一矮为孙熙打气。我们现在有请吕博伟和陈火腿的好朋友孙熙。加油！没有想到最后压力给到我了，我明明才是我们组里个最矮的那一个，我们是按照寿命排的顺序。万岁！大家好，我是孙熙啊。我其实一直想当一个编剧，因为我从小对电视剧有很不一样的感情。因为那个时候爸妈工作很忙，亲人都在外地，是电视剧陪我长大的。所以在我眼里，电视剧它不是电子榨菜，是我的原生家庭。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会不自觉地把那种影视剧的人物当做我的人生榜样。然后我那个时候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和《雍正王朝》。所以你们能想象我小时候的心愿，就是当个男的。如果再具体一点呢，我想当唐国强。然后我小时候就展现出那种对当皇帝的执念，我会把白纸折成那种奏章的样子，然后我一个人先跪在地上演年羹尧，我说臣有本启奏，然后我再跑过去演雍正，说爱卿请平身，然后就这样一来一回一下午，我就可以自己下旨把自己处死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上学也特别爱学文言文，因为批折子都用得上。所以我现在一个特别重大的遗憾就是觉得脱口秀还是过于白话了。对吧？这要是用文言文比，这群庶子，谁敢与朕争锋？但是过于沉迷于当男皇帝，确实给我成长带来了一些困惑。我有时候感觉自己有点心理变态，所以我就会特别刻意的去看那种大女主类型的电视剧，我想调节一下我的阴阳平衡。没想到一下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找到了我的本命大女主剧《楚乔传》。那个剧就是完全长在我的爽点上，因为楚乔特别厉害，他在乱世之中建立了一个国家，还发展了经济，就相当于他一个人干了《三国演义》和《雍正王朝》里的所有工作。然后楚乔还有特别完美的爱情。男主为了救楚乔，跳到冰河里，10年以后拍续集才捞上来。我当时给我感动坏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也有一颗少女心。然后当时还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说《楚乔传》里边的争斗戏过于幼稚了，但其实我看就刚刚好，因为和我奏折里写的都差不多。甚至那个剧里边文言文的水平，你知道，和我也是非常相似的。那个剧里边间谍不叫间谍，叫谍者。哇！然后有一集男主就问女主说：“你想成为一个谍者吗？”女主说：“我想成为一个谍者。”男主说：“好，你现在是一个谍者了。”你知道我当时看完大受震撼，就感觉每句台词都像是我能写出来的。真的，我当时太爱看那个剧了，你知道，我不光追剧，我还看小说，我甚至还买了那个制片公司的股票。哦哟！你
知道我真的就想成为一个又美又强的大女主，然后我就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减肥，瘦了50斤，哇！然后还考过了司法考试。那个真的就是我人生中最像大女主的时刻，因为我司法考试成绩非常高，全国第一据说是440多分，然后我考了427分。哇，这个厉害啊！我觉得这么高的分儿应该直接给我发一个何以琛才对。结果我一个帅哥都没有等到，因为即便是竭尽全力，我在相亲市场上也十分普通，就是优秀的女生实在太多了。但真正的帅哥是很少的，而且我严重怀疑，就是很多帅哥不喜欢大女主的类型，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男生听完我的思考成绩就疯狂的难以自拔的爱上我。真的，我有一次相亲遇到了一个微软工作的帅哥，我真的挺喜欢他的，然后他也非常认可我的能力，就是觉得我俩不合适，然后他就送了一套正版的 Office 给我。正版的 Office。好浪漫，这个事儿就让我严重的破防了，然后我再也不想减肥了。我看到蛋白粉就想吐，我那个时候就感觉我被大女主电视剧欺骗了，因为电视剧一直告诉我，人只要足够优秀就会被爱，但实际上呢，优秀没有尽头，被爱虚无缥缈。我总想用帅哥的爱来证明我自己有价值，但实际上我要学历有学历，要证书有证书，难道帅哥的爱比学信网还权威吗？对吧？如果一个帅哥在我的职业资格证书上亲一口，难道会让那个证书含金量变高吗？其实会的，我觉得。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矛盾之处，就是我总是在骂大女主不靠谱，但我其实就是想成为这样的大女主。就是我对帅哥爱而不得，就导致我显得有点嫉妒。但我真的不是嫉妒，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大女主剧里没有几个真的大女主，她们都只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生啊，打着搞事业的旗号在和帅哥谈恋爱而已，是吧？真的不是嫉妒，对吧？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剧，发言快点啊，就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剧里，女主什么都不干，然后居然还有4个大帅哥在争抢她，气得我嗷嗷直叫。我说帅哥们凭什么都爱你呀？然后我就发现我这句话和恶毒女配的台词是一样的。真的，我现在黑化了。我现在最喜欢的是《甄嬛传》里的安陵容了。我觉得细论起来，安陵容比甄嬛要大女主多了，对吧？她出身低微，但从未放弃；她遭遇困难就努力学习；她从来都是自己解决问题，那些坏事都是她自己亲手干的。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依附过任何一个男人，她身边连一个帮她的太监都没有，她只有宝娟。然后我越是理解安陵容，我就越发现，天哪，就是国产电视剧留给我代入的空间真的好少呀。我要么成为一个精神男人，要么成为一个恶毒女配，我要么变态，我要么变坏。哎，我作为一个30多岁的影视剧留守儿童，我发现我的原生家庭有问题。然后就那一刻我就想，我说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当一个编剧呢？对吧？反正正德我从小就写，文言文我也会，我比那些编剧有优势多了，因为我有正版的 Office。我也不想写什么宏大的命题，我就想写一个不一样的大女主，我就要写一个戴着眼镜、胖胖的、过了司法考试的大女主。支持。她体重160，身高153，
在我的剧里，比这个瘦的都不是大女主，比这个高的也不是大女主。简单来说，前3排都不是大女主。我就是要报复社会，我就是要反向的传递焦虑，然后我还要把我妈妈、我外婆、我姑、我婶儿，还有我身边那些努力生活的女生，全都写上大女主。我要形成孙熙的大女主宇宙，我要帮家人们把大女主的标准打下来。哦吼！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女主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是每一个女生在追完大女主剧，在那个屏幕熄灭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可以在屏幕上看见自己。然后女生问自己说：“你想成为一个大女主吗？”我想成为一个大女主。好，那你现在是一个大女主了。以上说这些呢，并不是想刻意的煽情，是因为朕呢，本就心系天下。谢谢大家。太狠了，太狠了，太好了，太好了，太香，这真是高开高走。来，喜欢否？喜欢就投之啊！孙熙，投票倒计时。王子，爱看剧不？我虽然看剧看的没那么多，但是感觉在这儿把我过去20多年该看的戏全补上了。而且，其实我很好奇，就是想问一下孙熙老师，就是那你准备这一篇这个稿子大概准备了多久啊？因为我感觉像你这个量，1晚上的时间就足以。这是从小写到大的呀，感觉这是一个。对，但这个确实就是想过很长时间。因为1年多前我看到邵艺辉导演有一个演讲。然后他就是说，其实电视剧里边缺少很多给人学习的榜样，然后他鼓励创作者要创造一些更高的榜样，让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模仿。然后他这个就是特别的启发到我，然后我才意识到我为什么小时候就是那么想当一个男生，其实就是一开始没有特别让我觉得心仪的女性的形象，我是直到就是《大宅门》里边那个二奶奶，我才特别有那种代入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觉得，想写一下这个东西。好棒啊！对，最后那个你说那段就是要怎么写，那段一定要写出来啊，是吧？好的，多棒啊！那要拍成，但之前就找不着投资。嫁我对不对？现在有 AI 之后，我感觉就是这一切也许真的能实现。我们也要献出一片爱，周深肯定投资。然后呢，我也。哇，嫁完你再嫁完我，确实听着就过瘾，觉得太对了啊，太棒了。其实孙熙从一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他的语言就非常好，但是你总是心里有很多障碍，就是觉得哎呀会不会这样写不好呀？然后你第1年就没有出来，但你今年就感觉打通了你心里的障碍，你的情绪就非常直接，所以你的语言能力就完全发挥出来了，所以让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振奋，就是我很少感觉到这么振奋。哇，真的看得出来，感受得出来。杨洋老师2天了，第一次从旁边直接这样站起来鼓掌。对，这已经相当于我们翻了四手跟头了，明白吗？就是。这个要感谢我的编剧老师，就是编剧老师还是对我有很大帮助。他们先有那个小马老师帮我挖掘了一下我内心的阴暗面，然后还有孙书恒说我没有幽默感啊，然后他说完我一生气就写出来了。故意的，激将的好，有人激他啊，对啊，因为对于鸟鸟老师来说，从之前的2季就一直在看着他的。对，因为孙熙第一场是讲他当法务的嘛，他平时处理很多合同什么，他就要求语言一定要非常严谨和准确。那其实对写段子其实是有点降维打击了，其实，所以我觉得你写电视剧也肯定没有问题。可以，对，期盼看。希望能写一些律政题材啊。好，我们可以一起写。哇！
好荣幸，好荣幸。哦，我觉得这段太棒了，而且孙熙今年，我觉得绽放了。我一直觉得每个人的花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会绽放。而且他这段特别好，就是那个结尾要建立一个孙熙宇宙大女主，然后说大女主是160斤1.53米，什么过了法律考试，我觉得特别好。但也可以拍一个没过司法考试的那样的大女主。我挺期待的。谢谢。看完就感觉每个人自己都是在写自己的人生日记。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无论你是什么样子，你的日记的主角就是你自己。所以就孙熙说完这个故事，我特别共情，而最后那下我就燃起来了，就站起来就真的开了灯，真的很喜欢。而且那个剧如果说写出来之后，那个唱主题歌，对，我给你唱，来你来唱，该怎么唱？唱孙熙是世上最棒的编剧。要这样的转音什么？孙熙你是世上最棒，世上不好听。你就是大女主。皇上，最近民间对您当大女主呼声颇高，您怎么看呢？其实，大女主3个字不足以形容我的大，我比其他大女主还要再大一点，所以我决定册封自己为太女主。太女主降临了。无所不能的太女主，全能自恋的太女主，ego超大的太女主。哈哈哈哈哈哈！来，吕博伟、陈火腿以及一直守擂的3位来到台上。如果孙熙个人的票数超过182票，那么他们攻擂就会成功。我觉得可以，我也觉得可以。看票数。这肯定过呀，这肯定200呀，200呀，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高很高。204，耶！好厉害呀！好厉害，好厉害！天哪，谢谢你，谢谢的鼓励，恭喜，感谢，谢谢，太棒了！恭喜孙熙、吕博伟、陈火腿攻擂成功。完全的没有想到的贾浩、大狗、阿赛进入到待定区。待定永存。今天真是挺梦幻。挺梦幻，对，没想到我这2位这个大腿带着我坐到了擂主的位置上。我觉得谁都不会想到是我们，能想到吗？为什么想不到是你们呢？其实演完之后，你也很难觉得一定是分高的，因为这种错觉我有过好多次。我是渴望拿到这个成绩，但我没有想过这种事儿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想着不淘汰就好。我一直处在这个大落里面很久，然后听到的声音也都是质疑，就说什么不好笑啊，一直都很难受。我就算在线下演得好，我也没走出来过。当时很多这种落差让我有点难受，可能就是不够能静下心来接受现实发生的那些事情。如果就是你那个，哎呦，
但凡有一些变动，你就觉得凭什么是我？那没有什么凭什么，你得接受一切生活直接给你的东西。是在那个大家站在那儿，然后，邵刚老师就在那儿问说的，他们能不能超过？然后观众就在那里满怀信心的说能超过，能超过的时候，你们觉得会大于182吗？你们觉得是没问题的？你们觉得他们组攻类成功了？看票数，我就觉得哦，今天也许是不一样的。谢谢你。从他们3个身上，我就发现截然不同的体验，给你的火花也是不一样的颜色，但是你会觉得哇，好绚烂。他们真的很像《西游记》，你不觉得吗？也许到后面5人组团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但他们取经就是要经历很多磨难，但是他们在磨难当中也去让彼此靠得更近了吧。擂主，头天。天哪，这真不可思议啊！你抽吧，你抽吧。欢迎擂主，真不可欢迎擂思议主。啊！谢谢，我来抽。 3位，到了你们来抽取下一队 PK 对手的时候。哦，小雪，他们将要迎来的学姐，小这雪支队伍，刚好处在人生不同的3个阶段。让我们欢迎冯子豪、侯志远、小雪。我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谁问00后的事儿了？谁敢看我？别怕，张俊是你队友。我要做世界上最宠他的人。来吧，老头，咱们练一练。杀疯了都已经！我春晚那饺子应该蘸他这饭吃。3两都不容易。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益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1中午12点，托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每周2中午12点，托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7月23日起，每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梁海源对谈托友的视频播客，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朋友们请保持期待。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日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托友3问题讨论。
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